結束布里斯本25000步的退市區遊，我們開車前往了離它只要1個小時車程的黃金海岸。近期內容會詳細介紹我們在黃金海岸的種種經過，每個景點都會做成單獨影片，讓你完整的體會到一天的行程，並且先幫你避雷，讓你在安排行程的時候不會和我們一樣犯下低級的錯誤哦。準備好和我們一起前往黃金海岸海洋世界了嗎？To where we go, to where we go. Sun on the trail, and the sky says go. To where we go, we go, we go. To where we go, we go, we go. To where the road leads, to where the road leads. 早安，我們現在要去 Sea World。Get it， 我是兔耳貓。從今天開始，7月20號，遊樂園會10點半開，4點關門，所以我們的行程就會有一點趕。那還好，我們都不怎麼玩遊樂設施，主要是想要看表演。離我們住的地方開過去只要8分鐘。遊樂園在冬季縮短時間的第1天就被我遇上了。我掐指一算，少了1個半小時。有一點小期待了。我們現在要先去玩那一個。那整個園區是細長型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完了這個，就要趕緊去下一個地方搶好位置。我們很早就去等開園了，結果還是一大堆人在排隊。入場後我們很瘋哦，只有30分鐘，海獅就要表演了。我們2個硬是衝到裡面最高的雲霄飛車先排隊。我覺得如果最難的我都趕完了，其他玩不玩已經無所謂了。就算它真的很恐怖，那我安全帶已經扣上了，我閉眼也要把它玩完。我覺得它其實沒那麼恐怖，可是它的離心力會讓你覺得說你好像失重，但它其實高度沒有很高。從上面掉下來最恐怖，高度是沒有很高，但從上最往下掉是最嚇人。那它整個過程就會一直這樣出去。還有那個從側面這樣從側面也是轉了好幾圈，那個是側面轉好幾圈。腳有點都站不穩，所以前幾個畫面可能會這樣看到有晃晃。而且還有喉嚨有點啞，現在應該是喊。威爾的表情是？你的表情是？拍到了是吧？然後我們現在結束了以後，我們過來看海獅秀，就在旁邊，非常近。所以如果你早一點來的話，推薦先去玩一個遊樂設施，不管玩哪一個，玩完了以後，然後你再回來。我們下來的時候就像喝醉了一樣，走不了直線，還有點反胃。我的雲霄飛車生涯結束了，年紀到了，看表演才是我的歸宿。海獅我來啦，有夠高追的，一上來就表演垃圾分類。我發現他們的耳朵跟身體是不成比例的，身體也很光滑，胖嘟嘟的，感覺躺在他的肚子上會很舒服。那總共有2隻在交替表演，在他們賣力表演的時候，還會一直來搶飯，增加了不少樂趣。結束後，我們立馬趕去魟魚表演。我以為是餵食秀，順便介紹一下魟魚習性，結果我才是那個餵食秀的表演者。這邊要注意一下，一定要在魟魚的餵食時間去才買得到飼料哦。管區一直都開放的，想摸隨時都可以摸，但是沒有食物拐騙它們，基本上都是潛在水下不帶搭理你的。那一杯飼料有3隻蝦，9塊錢，真的有點貴。如果和朋友去玩，一個人買飼料，另一個人一定要先卡好位，因為等到我們2個要餵的時候，他們都吃飽了。我就在水裡舉成我的蝦，舉到工作人員都暗示，我要杯子要收走了，你快點好嗎？
都沒有一隻賞臉要吃耶，有夠尷尬。所以一定要卡好位置，然後一旦卡好了就不要動，沒有魚也沒關係，它們總會游過來的。魟魚分成2個部分，一個大池是大魟魚可以餵吃的，另一個小池是給小寶寶用。真的觸感不一樣耶，黏黏的還很光滑，小寶寶的觸感會更好，沒那麼多黏膩。摸的時候工作人員會提醒你，只能摸2側，不要摸尾巴呢。那結束了你不情我願的約會後，下一場海豚秀馬上就要開始啦！跳水、仰泳，樣樣都難不倒他們。這次海鷗就很狡猾的搶走他的獎勵啦！不知道我現在學游泳還來不來得及做訓練員，真的太帥了！說到海鷗哦，中午吃飯的時候，一掌把我的嘴巴給踹下去，哎，我雞塊就沒了，真的又氣又好笑。我覺得他們很猖狂哎，他會仗着人多來圍毆你，這可能就是海洋世界每分鐘都能看到的猛禽餵食秀。如果你看到北極熊很活躍的話，絕對要先放下手邊事情。我們到的時候，它就一直在睡覺。早上它還很活潑哎。園區有3隻會輪流出來放風，這也是全澳洲唯一能看北極熊的地方哦。歡迎來到比奇堡，這裡是海綿寶寶主題樂園，裡面有很多小朋友喜歡玩的。有個地方威爾遲遲不肯走，就是水槍。當海盜船過來的時候，雙方都進入備戰狀態。一旦到射擊範圍，所有人就瘋狂地轉動水槍，把它都轉到要冒火花了。我也說這是他最開心的地方，捉弄陌生人讓他很有勝負欲。企鵝館就在水母館旁邊。國王企鵝就排站在玻璃前面，雙手撐得大大的，有夠天然呆。它們的毛色是很強烈的對比色，還有漸變黃，真的很高級耶。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企鵝這麼有人氣了，連我都不自覺看了很久。水母身體大部分都是由水構成的，所以光線很容易透進來，就呈現了透明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養水母的人會照射不同顏色的光，就像在給水母穿衣服一樣。那他们的培育室讓我感覺像來到了科幻電影。想象一下，有個新品種水母逃離培育缸，然後研究人員為了拯救人類，把實驗室給炸了，結果還是讓它跑了出來，有沒有很有畫面？鯊魚灘就是我們去水族館常常看到的綜合魚缸啦。你可以選擇多花35塊乘坐玻璃船，但對我來說前後左右都是看，所以我決定直接走到地下室就能看免費的啦。這水缸有點特別，近看它好像是用玻璃分了幾個區，這樣不同品種的就可以養在一起，但又不會發生把同事吃掉的情況啦。這就是巨無霸魟魚的完整體嗎？我感覺我在它旁邊就是那個飼料小蝦。近看鯊魚也很震撼耶，尤其是當它們貼近海面游泳的時候，被鰭露在水上，讓我腦補出無限的電影情節。最後我們欣賞了所有人都必推的水上特技表演。故事就是2隊在互相較量，誰才是最強的王者。一邊是陽光燦爛的啦啦隊風格，另一邊是痞帥的街頭幫，花式跳水啊，噴射快艇，腳踏車特技。當卡車從水上開過來的時候，我的眼睛都放光了。變形金剛永遠都是男生的浪漫，不得不說那是整場最嗨的，還會噴火哦。
品店就是這個也想買，那個也想買，然後威爾就是這個放下，那個也放下。在看完動物後，馬上賣你毛絨玩具，真的很犯規耶。那有一面照片牆可以去認領你的照片，他們很賊哦，會把照片直接洗好，放在美美的相本裡面，色死的人就會想買下來，這樣你的照片就不會被公審。但是像我們這種錢包比面子大的人，聽到這一套要60塊，3張照片還送一些小東西的時候，嚇得我立馬把相本放了回去。他明明可以明搶的，卻還要送我東西。SeaWorld终于结束了。有一点点小難過，真的太好玩了。我跟威爾說，如果我今天是澳洲人，然後我又住在布里斯本的話，我一定會辦年票，真的太好玩了。每個周末都來玩一次嗎？不止每個周末，我只要一放假我就要來。它是會讓你一直想來再來的地方，尤其是動物們真的好可愛哦。那因為是冬天，閉園時間比較早，有些遊樂設施也在保養，這可能就是下次想再來的動力。那一天下來，最讓我開心的地方就是餵魟魚了。雖然它們有一點高冷，但我就喜歡這型的。如果有來海洋世界，一定要準時去餵食秀哦。開車來的朋友，可以在結束後往後面海邊的方向再開一下，那裡很適合出片。今天天氣不是很好，可以看到浪一波一波的來，遠處高樓林立，陽光剛好打在這些建築物上，感覺就像末日來了，然後那裡就是唯一的避難場所。這感覺也很像海市蜃樓，就很奇妙。不知道我這樣形容有沒有讓你感覺到我當下的心情？很多來這裡追浪的人都是浪背回家的。在去遊樂園之前，我先在網絡上比價了很多家，只有選了一家比官網還要便宜的旅行社，訂了可以玩多個遊樂園的門票，大概是280塊2位，這樣真的可以省很多錢。那海洋世界、華納影城、水樂園還有天堂農場都是同一家公司，所以只要下載一個 App 就可以咯。裡面會實時定位你在地圖上的位置，還會告訴你最新的表演場次。基本上你要看表演，就是不能玩遊樂設施，就算是冬天也一大堆人。那因為今天我們2個就吃了半盒兒童餐，晚上我們立馬飛奔到旋轉小火鍋，85塊錢2個人。他們家的橘子是真的甜，還有新鮮的金針菇，真的是在威靈頓吃不到哎。邊吃旁邊還有晚場秀哎，就是一群人點了各自的鍋，可能不知道怎麼吃，也吃不習慣，就走到櫃檯前說不衛生要退款，那老闆肯定就不樂意啦。他又不想惹事，就說那我就退一半給你們，但是對方堅持要全款，最後就不歡而散了。今天又是回憶滿滿的一天，我要趕緊回家睡覺，明天準備去春熙國家公園看雙子星瀑布和天然橋啦。晚安，我們下周5見。我是兔兒貓，咪咪耶。